中国空军的侧卫系列战机堪称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典范，迄今为止已经实现了在数量和质量上对俄空天军的双重赶超。一起来看详细情况。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今年是俄罗斯侧卫战机来华30周年纪念日，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，中国空军的侧卫战机历经了2个发展过程，从来料组装到自主创新，解放军的侧卫战机续写了自己的辉煌篇章。到现在，解放军的侧卫战机队伍规模近乎达到了俄军的2倍，已经全面地反超了俄罗斯空天军。我军侧卫系列战机可以分为3代，第一代是俄军早期的原装版本苏27和沈飞直接仿制的歼 11A 战斗机。在中俄签订转让协议以前，中国从俄罗斯手里购买了76架苏27 SK UBK 战机，后续沈飞根据协议又自行生产了105架歼 11A 后停产。歼 11A 就是苏27的完全仿制版，这些算初期的3代机。放在现在，这性能在3代机里面已经开始垫底了，正在快速从空军退役。当初从俄罗斯购买的苏27 SK 战斗机已经退役光了，剩下的双座 UBK 也在陆续退役中，而歼 11A 同样也被后续的国产歼 11B、歼16等先进战机陆续取代。第2代就是后续从俄罗斯引进的苏30系列战机和我国歼11的国产化系列歼 11B 型战机，当然还有少量的海航歼15舰载机的早期型号。这些3代机属于较为先进的3代半战机，其中大部分都在海空军内作为我军的重型战机主力继续服役。第3代则是从俄罗斯引进的24架苏35战斗机，还有我国自主研发的歼 11BG、歼 15D、歼 15T、歼16系列战机。这些战机是世界上当前最先进的3代半战机，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，也是中国空军中战力最强的3代半重型战斗机。根据公开资料统计，现在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侧卫战机总数达到了近800架，这个规模是相当惊人的。即便是美国空军也没有这么庞大的现役常规重型战斗机队。美国空军装备的 F-15 和 F-15E 加起来满打满算也不过430架，将到解放军一半。在上世纪90年代，中国的航空工业和俄罗斯具有较大的差距，因此我国不得不通过购买苏27战机成品和仿制的方式，逐步实现国产化侧卫。在俄罗斯的帮助下，中国逐渐建立了歼 11A 生产与组装能力。在中国军事工业现代化取得成效和积累战机生产经验之后，中国开始在歼 11A 的基础上加装国产的航电、雷达等子系统，研发了更先进的歼 11B 系列战机。虽然在外形上和歼 11A 没啥区别，但是飞机的主要部件完成了国产化，在性能上也有所增强。因此中国开始大批量生产国产的侧卫战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现在的歼 11B 已经升级到了最终版本歼 11BG， 换装新型有源相控阵雷达和其他主要飞机设备后，歼 11BG 战力直逼歼16。在歼 11B 的基础上，中国又研发了一款更先进的歼16战机。该战机被誉为最先进的侧卫系列战机，被西方媒体和军事专家称为终极侧卫，装备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、航电、火控、飞控、发动机和武装系统，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3代半战机。其综合性能已经超过了俄空天军的苏30和苏35系列战机，并且还有在此基础上诞生的独一无二电子侧卫及歼 16D。 美媒认为，具有中国血统的歼16在技术上已经完全超越了俄罗斯师傅。歼16从201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生产并装备各大战区航空旅部队。此外，中国还通过乌克兰提供的苏33原型机研发出了歼15舰载机，
后续又在歼15的基础上研发出了比歼歼16的歼 15T， 也是换装全新的国产武器和雷达航电系统，机翼还额外加装了探测雷达。歼 15T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的现代常规舰载战斗机了。2000年初，因为考虑到需要一款作战半径大且反舰能力强大的战机，陆续从俄罗斯引进了苏30 MKK 和 MK2 战机。2018年又从俄罗斯购买了24架苏35。中国引进俄罗斯先进战机的目的更多是为了研究其发动机、火控、航电、雷达方面的技术进展，以作参考。因为随着歼16、歼11BG 新式国产3代半战机的大量列装，中国现在已经摆脱了对俄制侧卫的依赖。虎哥来给大家总结一下，短短30年时间，中国的侧卫就从仿制过渡到了自主研发阶段，而且新研发的战机性能要比俄罗斯原版的更出色先进，且产能充裕，机队总数庞大。俄罗斯到现在也不过只有400多架苏27、30、35战机，中国不仅拥有俄罗斯空天军1倍的侧卫，其中大部分还比俄军的侧卫更先进。可以说，中国当初购买侧卫和引进生产线的事情是十分明智的。当然，这种事情也就只有中国能够做到，不然看看印度的苏30就明白了。